我给村里修了条直通国道的柏油路，然而老爸回村却要交2000的过路费。我给村支书打去电话，他却让我交个50万的路面维护费，不然就得按规矩来。当初村支书拍着胸脯保证，你是全村的大恩人，以后家里有啥事，村里能帮就帮。如今我爸回自己家都要交过路费，我直接联系了拆迁队，把进村内5公里的柏油路全给我刨了，恢复成原来的泥巴路。我爸穿着塑料雨衣，坐在拖拉机驾驶座上，拖拉机后斗里装满了刚抢收回来的水稻。可现在，这台车被拦在了村口，一个铁架子横在路中央，上面挂着个红牌子，限高2.2米，限重5吨。刘大壮披着件雨衣，手里拎着根铁棍，斜着眼看我爸。老周头，别费劲了，这杆子是刚焊死的，这车超重了。大壮，这路是橙子出钱修的，我这车道子才3吨多，哪能压坏路啊？刘大壮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，横肉一抖，少拿周成吓唬我！路进了咱刘家村，那就是村里的公物。谁说不重就不重？我看你这车起码10吨，把路压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我爸急得跳下车，指着后斗，真的只有3吨，大壮，你通融通融。刘大壮冷笑一声，把铁棍往地上一戳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想过去也行，交2000块路损费。哼，2000，我这一车稻子才卖几个钱？没钱就搁这儿淋着吧。刘大壮转身钻进了路边的值班室，顺手带上了门。我爸站在雨里，疯狂地拍着玻璃窗。大壮，大壮，你开开门！老支书当初说好的，这路咱家随便走啊！值班室里传出刘大壮不耐烦的吼声：“快点儿，别在那耗子，吵得老子睡不着觉！”我赶到村口时，我爸像个落汤鸡一样站在泥水里，正对着那扇紧闭的窗户哀求。我冲过去，一把扶住他的肩膀。爸，橙子，你可算来了！大壮他不让过，非要2000块钱。我转过头，盯着那座值班室，心里的火腾的一下烧了起来。这路是我2年前花了500万，1分钱没让村里出铺出来的。当时刘大壮还舔着脸在工地上给我递烟，说我是村里的财神爷。现在，财神爷的亲爹被他拦在雨里要买路钱。我大步走过去，用力踹了一脚值班室的门。刘大壮，给我滚出来！门开了，刘大壮剔着牙，一脸普信的表情，上下打量着我。哟，大老板回来了，回来了也得讲规矩啊！我指着后面的限高杆，谁让你装的？刘大壮嘿嘿一笑。村委会开会定的，为了保护村集体资产，防止大车碾压。我爸这车是农用拖拉机，够不上大车的标准。我说他是，他就是。周成，你虽然有钱，但这村里姓刘不姓周。刘大壮凑近我，一股烟味喷在我脸上。2000块钱对你来说也就1顿饭钱，交了我就把杆子抬起来。我没理他，直接掏出手机拨通了村支书刘福才的电话。当初修路，刘福才拉着我的手，差点跪下叫祖宗。电话接通了，背景里传来阵阵麻将碰撞的声音。喂，谁呀？刘福才的声音透着一丝不耐烦。刘叔，我是周成，我在村口。那边沉默了几秒，随即笑声响起。哎呀，是大侄子，怎么回来看你爸？刘叔，我爸的拖拉机被刘大壮拦了，非要罚款2000，这事您知道吗？哎，大侄子，这是我知道，大壮也是按章办事嘛。说办事，这路是我修的，我爸拿自家的粮食，还要交钱。话不能这么说，路是你修的没错，但你当时是捐给村里的吧？既然捐了，那就是公家的，规矩是大家伙一块定的，我也没办法。我握着手机的手指节发白，我没想到都是一个村的，他们竟然这么不要脸。六叔，现在雨这么大，我爸淋了雨咳嗽不停，粮食要是烂了，我爸。大侄子，你要理解我的难处，我得对全村人负责啊。要是给你家开了绿灯，以后别的车都要过，这路不就毁了吗？我深吸一口气，
您的意思是，这钱非交不可？那是规矩，我也不能带头破坏规矩。刘福才说完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听着手机里的忙音，看着大雨中那台拖拉机，我爸又咳了几声，弯着腰，显得那么苍老无助。刘大壮在旁边笑得极其嚣张。听见没？支书都发话了，周大老板，掏钱吧。他伸出手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2000块，很划算的吧？我看着他那张满是横肉的脸，突然笑了。行，刘大壮，你有种。我从兜里掏出钱包，数了20张红钞票，直接甩在他脸上。钱给了，开门。刘大壮忙不迭地捡起钱，塞进怀里。早这样不就得了，非得费这口舌。他慢吞吞地走过去，打开锁，把限高杆往上推了一点。我扶着我爸坐上车。橙子，咱回家，这钱发给你。刘大壮冲我吹了个口哨。周老板，下次记得带钱啊！我坐在车上，拿出手机，翻出了一个号码，打了过去。我把我爸送回家，给他熬了姜汤，看着他睡下。老太太在一旁抹眼泪。橙子，咱回城里吧，这地方待不下去了。当初你修路，村里谁不夸你？现在呢？那刘大壮加盖房子，运砖的车把路边都压塌了，也没见有人拦。我坐在门口，不停地抽着烟。今天的雨一直没停。不一会儿，院子门被推开了，几个邻居披着雨衣走了进来。领头的是村里的二婶，这人最是实快，修路的时候天天往我家送自家种的菜。哟，橙子回来了。二婶一边甩着雨衣上的水，一边阴阳怪气的开口：“听说刚才在村口你跟大壮闹得不愉快。”我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。二婶有事。二婶撇撇嘴，自己找了个板凳坐下。橙子，你现在是大老板了，怎么这么小气？这路虽然是你修的，但现在是大家伙的。你爸的车确实重，压坏了大家怎么走？就是2000块钱，对你算啥呀？非得让大壮难做。旁边的一个中年男人也跟着附和。你家去年拉水泥的车起码10吨吧？我怎么没见刘大壮拦你？二婶脸一红，随即拔高了音量。那能一样吗？我家那是为了修房子，是正事。再说了，大壮是我侄子，他能拦我？我在地上把烟头掐灭。所以，这路现在成了刘家的私人地盘了。瞧你这话说的，周成，做人不能忘本。你虽然在外面发了财，但根儿还在刘家村。别以为修了条路就能在村里当土皇帝，大家伙儿眼睛亮着呢。正说着，刘福才也背着手走了进来。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，脸上带着那种虚伪的慈祥。都在呢，正好我也想跟大侄子聊聊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叹了口气：“橙子，大家的话虽然重了点儿，但也是为了村里好。你修路，我们感激你，但你不能仗着修了路，就觉得全村人都得听你的。”刘叔，我想知道，那限高杆的罚款最后进谁的兜？刘福才脸色直接沉了下来。那是村集体的收入，由于以后的路面维护，怎么你还怕我贪了？我只是觉得，这路我修的时候，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有使用权。你这小子，别拿合同压咱们的规矩。合同，刘福才不屑一笑，那是2年前的事了。现在的政策是，农村公路归村集体统一管理。接着，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拍在桌子上。这是村委会刚签的村规民约，全村2/3的人都按了手印。上面写了，为了保护路面，所有大型机械进村必须缴纳保证金。我扫了一眼那张纸，上面堆着密密麻麻的红纸印。二婶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补了一句：“就是有钱就了不起呀，有钱就能不守规矩。
周成，你要真想为村里好，就再捐50万，把路面加厚，咱们肯定不拦你爸。我站起身，把那张村规民约揉成一团，扔进垃圾桶。行，既然你们这么爱护这条路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刘福才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我拿出手机，当着他们的面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喂，王经理吗？我是周成。之前让你准备的那批工程机械，现在可以进场了。对，进村内5公里的柏油路，全部给我包了，1寸都不要留，恢复成原来的泥巴路。刘福才的脸色瞬间难看。周成，你疯了！你敢拆公家的路？我走上前，盯着刘福才的眼睛。刘叔，您记性可能不太好。当初签协议的时候，有一条补充条款，如果村方单方面限制出资人的使用权，出资人有权收回或处置该资产。铺这路的每1分钱都是我的血汗钱。既然你们觉得这路太娇贵，我爸的拖拉机压不起，那咱们就别用了。二婶立即尖叫了起来。周成，你这是犯法，我们要报警抓你！报啊！顺便让警察看看你们私设限高杆收买路钱够不够判刑。刘大壮这时也冲了进来，手里还攥着那2000块钱。姓周的，你吓唬谁呢？挖掘机进得来吗？老子带人在村口守着，谁敢动路一下，我废了他！我看着刘大壮那张超雄的脸，心里最后一丝怜悯也消失了。刘大壮，你最好现在就去守着，小心那根铁杆子，连个坑都不会剩下。我爸被吵醒了，披着衣服走出来。这是干啥呀？别闹这么大！我扶住他，轻声说：“爸，这路咱不稀罕，既然他们想要泥巴路，我就还给他们泥巴路。”你这是毁坏基层建设！我要上镇里告你！随便告。随后，我立即对王经理交代：“不用等明天，现在就动手，先从东头那个限高杆开始拆。”刘福才见我动真格的，语气突然软了下来。长子，大侄子，有话好商量。大壮那是脾气急，钱我们退你还不成吗？他给刘大壮使了个眼色，刘大壮一脸不情愿的把那2000块钱拍在桌子上。行了，钱还你了，路你不能动。之前留着给你们村委会买点降压药，或者留着给你们买几双结实的胶鞋，毕竟以后的泥巴路不好走。我连看都没看一眼，拉着我爸回了屋，反手锁上了门。外面传来刘福才歇斯底里的叫骂声，还有二婶那尖锐的哭丧声。没良心啊！周成这个白眼狼要拆路了！你给我出来！畜生，给我出来！让他出来看啊！有钱人要逼死咱们穷人了！村子里的灯光一盏盏亮起。当初为了修这条路，我跑了3个月的审批，在工地上晒脱了皮。我以为修的是一条致富路，没想到修的是一群白眼狼的胃口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毁灭吧！咣当，一声巨响从村口传来，那是挖机在拆除限高杆的声音。清晨，刘福才带着几10号村民，手里拿着铁锹、锄头，把村口围得水泄不通。3台挖掘机一字排开。谁敢动一下试试？刘大壮手里拎着个汽油瓶，站在最前面，满脸威胁地对着我开口：“周成，你今天要是敢包这路，老子就跟你拼了！”说完，还扬了扬手中的汽油瓶。这时，王经理跑过来，一脸为难：“周总，他们人太多，强行开工怕出事。”我伸出手拍了拍王经理的肩膀，看向刘福才：“刘叔，阵仗挺大。”刘福才黑着脸，声音嘶哑：“周成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让这些机器滚蛋，咱们还能坐下来谈。”谈什么？谈下次我爸过路该交多少钱？刘福才瞬间气红了脸。我都说了，那钱可以退。我不缺那2000块钱。我指着脚下的路，我缺的是个公道。公道？你拆了路，大家伙怎么出门？二婶在人群里喊：“孩子怎么上学？这就是你的公道！”村民们开始群情激愤，骂声此起彼伏。有钱了不起啊，修了又拆，耍猴呢？就是，这路现在是国家的，你拆了就是犯罪。
对，说得好，拆不得。对。我看着他们的嘴脸，我直接从包里翻出一叠复印件，直接撒在半空中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是当初的投资协议和土地使用补偿合同。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，这5公里的路基是租借的，路面资产所有权归出资人所有，期限是20年。在这期间，我有权对路面进行任何形式的维护、翻修或移除。刘福才抢过一张纸，看了一眼，他脸上立马就露出满脸不信。这不可能！当初签的时候没这一条。当初你光顾着数那5万块钱的协调费，合同看都没看，哼，就签了，忘了。刘福才的手开始发抖，那是他私下吞掉的钱。随后，我不再搭理刘福才，转头看向挖掘机师傅，动手，从这里开始，每隔100米包开一个坑。刘大壮大吼一声：“我看谁敢！”他举起汽油瓶就要往挖掘机上砸，我旁边的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直接冲了上去。那是我请来的专业保镖，不到3秒，刘大壮就被按在了泥水里，汽油瓶被稳稳接住。放开我！周成，你个杂种！你有种杀了老子！刘大壮在地上疯狂挣扎，我走到他面前，杀你！你这种垃圾不值得我弄脏手，但我会让你知道，没有这条路，你刘大壮在镇上的砂石生意还怎么做？挖掘机的铲斗高高举起，砸在了平整的柏油面上。砰！厚实的柏油块被翻起，露出了下面灰白色的碎石路基。周成，你住手啊！二婶扑到路中间，嚎啕大哭。你这是要断了咱们村的生路啊！老天爷啊，你睁眼看看吧！二婶，修路的时候，你家占了3平米地，非要我赔5万块，最后我给了。现在我把路拆了，那3平米地还给你，你不应该高兴吗？二婶的哭声戛然而止，尴尬地张着嘴，周围的村民也开始骚动。当初修路，几乎每家每户都找各种理由要过钱，有的说压坏了自家的菜地，有的说挡了自家的风水。我为了息事宁人，前前后后多花了近100万。大家伙听我说！刘福才坚硬的不行，开始打感情牌。他对着村民们喊：“周成，这是要把咱们逼回钻山沟的日子！咱们刘家村好不容易有了这条路，去镇里只要10分钟。要是没了路，咱们的果子怎么卖？孩子怎么上学？”他转过头，老泪纵横地看着我：“橙子，就算恕求你了。你爸的事，我让大壮当众给你赔礼道歉，行不行？”刘大壮被我的保镖拎起来，嘴里还在骂骂咧咧：“道歉，道个屁！有种你就全保了，谁不保谁是孙子！”哼，行，既然大壮这么有骨气，我一定满足他。我挥了挥手，所有的挖掘机全部开始了轰鸣，柏油路面被一寸寸撕开。村民们看着那一块块翻起的柏油，眼里终于露出了恐惧。有人开始小声议论：“把那限高杆撤了吧！”撤了有什么用？周成，这是动真格的了。都怪刘大壮，非要那2000块钱。这下好了，大家都玩玩。刘大壮听见议论，眼珠子都红了。都闭嘴！怕什么？他拆了，政府还得修，我就不信他能翻了天！我看着刘大壮，像看一个智障。大壮，你可能不知道，这条路是私人捐赠性质，不属于乡镇规划。我拆了它，政府没义务再修一遍，起码10年内这里不会再有第2条柏油路。刘大壮愣住了，刘福才也软在了地上。他知道我没撒谎，这路是当初他求爷爷告奶奶，才让我这个乡县出钱修的自筹路。现在自筹的人不干了，挖掘机推进的很快，不到半天时间，
村口的1公里路已经变成了废墟，到处是散落的沥青块和深坑。我爸不知什么时候走了出来，看着那破烂的路面，长长的叹了口气。够了，爸，还没够。他们不是说这路是公家的吗？我现在把路面带走，把土地还给公家，这叫物归原主。橙子，你这是要我们老小饿死啊！哼，饿不饿死，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。路是我给的，我也能收回来。拆路后的第3天，雨停了，太阳毒辣。刘家村主产黄桃，正是成熟上市的季节。以前有柏油路，收购商的大卡车能直接开到果园门口，现在路断了，那1公里的废墟段，到处是没过膝盖的泥坑和乱石，普通的农用车进去就陷，大卡车根本不敢靠近。我坐在自家院子里，看着村里的果农们推着独轮车，一筐筐的往外运桃子。二婶满头大汗的推着车，路过我家门口时，车轮陷进了泥窝里，最后车子一歪，一筐红彤彤的黄桃洒了一地，在泥水里滚了几圈，全废了。二婶坐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哭。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好好的路非要做成这样啊！我妈有些不忍心，想出去扶一下，我拦住了她。妈，当初他们拦爸的车时，二婶可是在旁边叫好的。我妈叹了口气，把水盆放下了。这时，刘福才又来了，这次他手里提着2瓶好酒，笑得满脸褶子。橙子在家呢。我坐在摇椅上，眼皮都没抬。刘叔，这酒我可不敢喝，怕喝了又要交路损费。刘福才尴尬地把酒放在桌上，搓着手。你看你还记仇呢？大壮已经被我关在家里了，那限高杆也卖了废铁。橙子，叔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看这桃子都熟了，收购商进不来，大家都急疯了。你能不能先把那一段路垫一垫，哪怕铺点碎石也行啊。颠路那得花钱啊，刘叔。我也没钱啊，我这钱都拿去请拆迁队了。村里出钱，村里出5000块，你帮帮忙。5000块，刘叔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当初我修这路花了500万，平均1米1000块。你要颠那1公里，起码得10万，5000块连运费都不够。周成，你非要见死不救吗？这村里可全是你的长辈。我站起来，指着门口。长辈会在大雨天把我爸拦在外面，长辈会为了2000块钱，眼睁睁看着粮食烂掉。刘叔，你们刘家村的长辈，我高攀不起。送客，请吧。保镖走过来，做了个请的手势。刘福才拎着酒，灰溜溜的走了。村道上到处是推着车、满脸愁容的村民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回头看了一眼。刘大壮终于坐不住了，因为他的砂石场停工了，没有柏油路，他的重型卡车根本开不出去。原本一天能赚几千块，现在天天亏本。他带着几个小弟，气势汹汹地冲到我家门口。周成，你给老子出来！他一脚踹在铁门上，震得院子里的灰都落了下来。我慢悠悠地走出去，身后站着6个身材魁梧的保镖。刘大壮的气焰瞬间矮了一半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路你也拆了，气你也消了，你到底要多少钱才肯复原？我掏了掏耳朵。谁说我要复原了？那路面材料我已经卖给隔壁王家村了，价钱开得很高，想追也追不回来了。人家现在正铺得欢呢，留着这条路也只是个摆设，不如换点真银子。刘大壮眼珠子差点瞪出来。
你卖了，那是我们村的地，你怎么敢？地是你们的，路面是我的。我拆走自己的东西，卖给别人，有问题吗？我凑近他，压低声音：“大壮，听说你那砂石场签了违约金合同，一天得赔不少钱吧？”刘大壮的脸瞬间变得惨白。管你屁事！蜡家建筑公司，我朋友开的。慢慢赔，我可以给你说个情。刘大壮疯了，他举起拳头想打我，却被保镖直接反剪，双手扣在地上。这时，二婶带着一群妇女冲了过来，这次他们带着臭鸡蛋和烂菜叶。放开大壮，周成，你个丧尽天良的！你害得大家火儿果子卖不掉，你不得好死！紧接着，一个臭鸡蛋砸在门板上，黏糊糊的液体流了下来。我爸妈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。我看着这群疯狂的村民，心里那点仅存的乡情彻底断了。我让保镖拿来一个扩音喇叭，都给我听好了，这路我不会再修了。不仅不修，我还要撤走我在村里投资的所有创业项目，包括那个准备下个月开工的农产品加工厂，还有那200亩的流转土地。人群瞬间安静了。加工厂是村里唯一的希望，能提供上百个就业岗位。阿姐周成，你不能这样！有人小声嘀咕：“我为什么不能？既然你们觉得我修路是想当土皇帝，那我就把皇位还给你们。从今天起，我周成跟刘家村恩断义绝。”紧接着，我拿出一份撤资声明，当众撕成碎片，撒在刘大壮的头上。刘大壮，你不是喜欢收钱吗？以后这泥巴路你慢慢收。我转身进屋，关上了沉重的铁门，外面传来了村民们的内讧声。你打心里贪了2000块，厂子能还吗？二婶，你也别犟了！当初你不是也说周成是白眼狼吗？谁说的？我那是被刘佛才挑唆的。狗咬狗，一嘴毛，刘家村彻底乱了，黄桃烂在地里，没人收。刘大壮的砂石场关门，债主上门拉走了他的挖掘机，而最惨的是刘福才，镇里的领导下来视察，看着那5公里的泥巴路，气得差点脑溢血。刘福才，这就是你说的乡贤带头致富，路呢？刘福才站在泥地里，唯唯诺诺。是那个周成，他太任性了，他把路保了。什么保了？人家出钱修的路，你们说保就保，说明你工作没做到位。你看看这成什么样了，多少人跟着受罪，这账你自己算得过来吗？说话呀！我听说你还私设限高杆罚款，有没有这回事？刘福才吓得腿都软了。没有，那是为了保护路面。保护个屁！现在路都没了，你保护空气去吧。领导率袖而去，临走前留下一句话：刘家村今年的所有补贴全部取消，什么时候路修好了，什么时候再说。这下子，村民们彻底炸了锅，没有补贴，没有工厂，路又断了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当天晚上，几十号村民冲进了刘福才家，把他家的玻璃砸了个稀烂。刘福才，还我们的路！你个老王八！私吞了周成的钱，害我们跟着受罪！出来，把话说清楚！还我们的路！出来！刘福才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，而此时的我正带着我爸妈在隔壁王家村的公路上开车。王家村的村支书老王乐得合不拢嘴。成子，多亏了你那霹雳轻量，咱这路修得真气派。我看着窗外平整的柏油路，笑了笑。王叔，只要按规矩办事，我周成绝不亏待朋友。那是自然，谁敢拦你爸的车？我老王第一个跟他拼命。老王拍着胸脯保证。我爸看着窗外，眼神里有些落寞，但更多的是一种轻松。长子，咱还回去吗？我摇了摇头。爸，那地方不值得。
我已经在县城买好了房子，装修全是顶级的，那里有保安，有监控，最重要的是没有那些贪婪又愚蠢的长辈。离开刘家村的前一天，我回老屋收拾最后一点东西，还没进村，就看到村口跪着一排人，刘福才带头，后面跟着刘大壮、二婶，还有几十个村民。他们浑身泥浆，看起来狼狈不堪。橙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刘福才爬过来想抱我的腿，被保镖拦住了。他的脸肿得像个猪头，看来被村民揍得不轻。橙子，说错了，全村人都知道错了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塑料袋，颤抖着递给我。这是那2000块钱，还有全村人凑的5万块，求你把路修回来吧。我看着那皱巴巴的钞票，心里只觉得讽刺。刘叔，我刚才说了，那路面材料我卖给王家村了。现在要修得重新买料，重新请工程队，起码得600万。周哥，我最贱，我手欠，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我的厂子倒闭了，老婆也跑了，求求你给条活路吧！外天雨那么大，我爸求你的时候，你给他活路了吗？刘大壮愣住了，手停在半空，满脸绝望。二婶哭得肝肠寸断。橙子，大家伙都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我转过头，看着这群熟悉又陌生的面孔。狠心！我修路的时候，你们找我要钱；我办厂的时候，你们找我要官。我爸拉个粮食，你们找我要命。现在跟我说狠心，我坐上车，发动引擎。这路我是不会修的，你们要是真想修，就自己凑钱吧，一人出个几万块也就够了。车轮转动，溅起一片泥水，洒在那些人的脸上。后视镜里，刘家村的村口越来越远，那根断掉的线高杆立在泥泞的废墟中。1年后，我带着爸妈回乡祭祖，车子开到王家村就停下了，因为前面的路根本进不去。刘家村已经彻底荒了，大部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剩下的全是老人和孩子。5公里的黄泥路被连年的雨水反复冲刷，原本的道路已经变成了深浅不一、难以逾越的沟壑。路边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，我走在泥路上，看到二婶正背着一筐干柴，艰难地挪动着，她的腰更弯了，脸上满是生活的苦涩。看到我，她愣了一下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，最后低下了头，一言不发地走了过去。刘福才已经不是支书了，他现在每天坐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，对着那段废墟发呆。看到我，他眼睛亮了一下，随即又暗了下去。刘大壮据说在外面打工，因为脾气太臭，跟人打架被关进去。是。而隔壁的王家村因为接手了我的投资，现在成了县里的明星村，农产品加工厂红红火火，村民们家家户户盖起了小洋楼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刘家村的人都能听到隔壁村传来的机器轰鸣声。祭完祖，我扶着我爸往回走，老头子回头看了一眼那些破败的房屋，叹了口气。橙子，后悔吗？后悔什么？后悔修路，还是后悔拆路？我爸沉默了一会儿，拍了拍我的手。都不后悔，路在心里，不在脚下。当初回乡，我是带着满腔的热血，现在离开，我是带着一身的清凉。人这一辈子总要交点学费，才能看清一些东西。用500万，我看清了一个村子的人心，值了。车子发动，驶上了王家村宽阔平整的柏油路，阳光洒在路面上，金灿灿的。我踩下油门，朝着城市的方向疾驰而去。从此以后，我的路只为值得的人而修。